起，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一拜天地，一团和气。清尽出山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二拜高堂，金玉满堂。而叹忆往昔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怪三拜老太君，福寿宁康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败夫妻对拜，相亲相爱。弃恨至此都不舍一世。同入洞房，情深意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果然是个病秧子，连站都站不稳，风一吹就倒了，真可怜。没事，快扶进洞房。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，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
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无碍，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。这个。确定在这儿？这个。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哎，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酒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
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公子，你别死啊！公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，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。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，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1、2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燕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。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1句话2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？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2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2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1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爸。
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也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冰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着。哼。鸟语花开春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。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美，天秋浓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一亩。他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。这是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
请。小雪姐，快来一下，我自己会洗。床单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她可放心了。是。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这是为何啊？这药啊，不可多吃，也不可不吃，有的药非吃不可，有的药不可去吃。什么意思啊？也没什么意思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咱们出去散散心。好啊，好久没出去玩了。这儿呢。好漂亮啊！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奶奶专门为我养病修建的花园。那个，便是我为这花园题的字。记提心花。你念什么？鸡啼心花呀，这么漂亮的园子，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去看看。4个字念错了一半儿，知书达理的杜小姐，竟然成了白字先生，奇怪。不过，挺有意思。这亭子修得还不错。到了。这儿就是我的书房。如何？
不错。对了，你看这4字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念念。金爵，乐。这第3个字，它念。台，金爵台乐，我认识，怎么可能有人连台都不认识呢？真好笑。是。你这个宅子这么漂亮，为什么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？多可惜啊！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在这儿呢，第一，可以看书写字；第二，这有一扇门，可以直接通到园子里观景。带你去看看。嗯。哇！你看，那儿便是观景阁。看见那个角了没？哼，真有意思，还小鸟呢。还有这儿，便是我齐府的大门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怎么了？这哪是风景，这叫煞风景。瞎说，此乃本楼一景，我特地将此楼修建在此。你这个人还真奇怪，喜欢看这些荒坟堆子。喜欢啊！我每观此景一次，便醒觉一次。面对此景，鄙人不敢有一刻松懈，所以，我才会在那边的牌匾上写上“金爵始乐”。不是台乐吗？哦，对，金爵台乐。对。你也过来歇会儿。你当真喜欢吃这梅子啊？身外黄金何足羡，一日清闲一日鲜。你有这干嘛呀？天机不可泄露。近几年，咱们齐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，怪事不断。什么怪事？先是我那老实木讷的大哥齐天祥，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，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忽然之间就再也叫不醒了，就这么离奇的死掉了。我大哥死后不到1年，我二哥也遭遇了厄运。我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但并不娇宠，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。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毛病，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。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，天气闷热，二哥齐天放开敞门窗睡在凉席上。夜深人静之后，
我二哥便中了蛇毒，不治身亡。这太蹊跷了，好端端的祈福，为何有这种毒物？那个时候，由于我大哥二哥相继离世，齐府上下都流传着一个传闻，说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。那时的我被吓得心惊肉跳，寝食难安，我便病上加病。再后来，后来怎样了？万念俱灰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金笼子里面的病鸟。我便找了一天，甩掉了所有的丫鬟和仆人，一个人逃到了城池外的荒郊野岭。救下我的人，便是我的恩师刘若谦。师傅将我带回了齐府，带到了奶奶面前，说我还有救，奶奶便将他留到了齐府，他便成了我的师傅，还传授了我一身武功。这么说起来，你还真是不容易。想起以往，恍如隔世。恩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你这从有病到无病，我是听明白了。可是从无病到装病，其中缘由你还没告诉我呢。恩师来了府中半年，对咱们齐府的情况洞若观火。他告诉我，钱财对于穷苦人家来说，那是救命生存的根本。可对于咱们齐府，那是催命的毒药。别看这亭台楼阁、碉楼玉柱，这齐府里面的人早已变身豺狼，杀心四起。师傅还告诉我，要我韬光养晦，装出一副大病未愈、时好时坏的样子，方可让豺狼掉以轻心。那你就不能求求你师傅帮忙，将豺狼绳之以法吗？冰冻千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此人在齐府隐藏极深，若想抓住他的把柄，还需等待时日。我看你们这齐府，根本就没什么好待的。那你是想回扬州去了？你们齐府就是泥塑的金刚，外头看着亮，里头黑得很。我李玉湖迟早要回去的。那你是想把杜冰燕给换回来？那更不可能了。冰燕姐姐就是个文弱女子，又不像我一身武艺，什么都不怕。玉湖小姐此言一出，价值1000金。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，但求玉湖小姐留下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为何要助你一臂之力？你忘了，我不也助你一臂之力了？要做什么？捉狼。玉湖妹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，乃江湖侠义人士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本小姐答应你。
将军。将军，该喝药了。杜宾，我好像确实在哪儿见过你。将军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天您得胜回营，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。不对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我帮你。与异族大战所伤，战了7天7夜，血流得直了。此伤看着深入3寸有余，都是旧伤。这是被昔日战友所出卖，没防得住背后的暗箭。将军为国为民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药童，竟如此深明大义。我之前也读过几年书。哦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有些痛，您忍忍。师父再三叮嘱过，说剑疮难愈合，尤其是您这带毒的剑疮，就更难愈合了。将军，您还是赶紧上床歇息吧。好，我帮您把衣服穿上。将军，我看您这儿也没个人收拾，我帮您收拾一下吧。好。小巧姐来给三少爷送药啦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已经熬好了。得让三少爷亲口喝下去，老太君才能安心呢。他已经歇着了，交给我吧。你去歇着吧。小巧姐，三少爷他已经睡下了，而且三少爷身体不好，我替他谢谢你了。你快回去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呢，快回吧啊！他们就是天天喝这药，才命进黄泉的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养这些小白鼠了。
记得1日1剂。来，杜宾。跟我来。下一个。谢谢。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杜宾，再给他拿一些乙种药丸。好。乙种。哎，杜宾，忙着呢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呀？舅舅，你再给我开一个上次的药丸吧。哦，杜宾，帮他去拿1颗乙种药丸。哎，杜宾，这个药可好了，要不舅舅你给杜宾也开一点？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儿啊？要不要我让将军给你多加点训练？哎，别加了，别加了。喏，谢谢你啊。快走吧。杜宾，来坐。哦，为师帮你也好好卖。我？右手。师傅，我这……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一会儿我给你下个药方，你回去无人的时候再看。1两柴胡去林州，4文冰片到边城。淑女乔装入军营，主将帐内巧应承。严酷军规莫忘记，大义丧命万不能。如须为师来相助，明日见面续详情。杜宾，师傅。为师帮你开的药不难吃吧？不难吃。师傅，我悬壶济世救过许多人，杜宾，就你这点小病，师傅保证帮你治好。禀报将军，按您吩咐，小人查了咱们部队军籍，如今服役人员当中并没有叫杜奎的人。前2年的骑兵当中倒是有扬州人士，但去年也调配去支援南方了。将军在吗？去吧。是。将军，杜宾。将军，我来帮您看看伤口。
师傅，将军的伤口都已经愈合了。好，将军，我再为你把把脉。刘先生，请。将军，请放心，再休息2日，便可上阵杀敌了。多谢刘先生。杜宾。哦。我已命人查了军籍，我部并无杜魁其人。兄长不在此处。可当年，不知你来军营意欲何为？将军，当年我这个小徒弟跟随我的时候，还是个半大的孩子，哪里知道军队的归属之地啊？他当年只记得他的兄长参了军，这才随着我走遍了许多的军队。原来如此。大哥，大哥，敌军又来叫阵了。又来叫阵，而且这次出来的都是骑兵，恐怕是要冲营啊！替我准备战袍。且慢，今日不可上阵杀敌，崩裂的伤口很难再愈合。刘先生，等不及了，评尉，马上调派100名弓箭手上阵御敌，我去观察敌情。是，将军，我和杜宾一同前往，以防不测。将军，敌军已经教营2天了，他们前面是骑兵，后面是步兵，看样子是要冲营啊！敌人此次以骑兵为主，妄图依己之长，攻我之短。咱们的弓箭手和长枪兵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敌人应该不敢强攻。我们要分成几步，四处游动，或趋前击敌，或佯败诱敌，诱导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。但敌军如果强攻怎么办？那咱们就跟他们硬打。是啊，强攻怎么办？是。还有吗？将军，杜宾虽未上阵杀过敌，但也读过几本兵书，也有一计想要献上，不知可否？当然，请说。我与师父在军营行医之时，发现敌军长期为我军所扰，又远离后方给养不足，因而人马皆乏，常显疲惫之状。我刚刚登楼望敌之时，发现仍有此迹象。有何依据？近日我都是在敌军生火做饭之时登楼观察，我发现军营中的士兵皆是以大铁锅做饭，我以我们军营的现状为依据，推算出大约是30个士兵共用1口锅1个灶。此法便于行军打仗，30个人为一边，想来敌军也是这样想的。而且杜宾发现近日敌军生火做饭的数量明显有减少。你怎么知道？金城干燥，若想生火做饭，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枯枝，而这种枯枝虽然容易燃烧，但也极易产生浓烟。近日我发现敌军浓烟的数量明显减少，如果有此种情况，只有一种可能：粮草不足。将军也推算出来了。观察入微，心思缜密，做得好。那针对此番军情，你有什么计策吗？我想，既然敌军的士兵都没得吃，
那他们的马匹定然也是饿着肚子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把我军刚刚煮好的黑豆发给最前排的每一位士兵，当敌军策马而来之时，将黑豆倒洒于地上。不是，杜宾，敌军马上就要攻进城了，你还要把人家喂饱，这是什么馊主意？你继续说。我想，那黑豆香气扑鼻，那些马匹本来就饿着肚子，他们闻到黑豆的香味，定然会四处散开，也不会再听敌军的指挥了。我们便可趁此时机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听令，在。按照杜宾说的，去准备。遵命。师傅，我一直有件事想问您，您为何不仅知道我叫杜冰燕，还知道那个姑娘的名字呢？其实啊，为师什么都清楚。扬州杜家的杜小姐本来是要嫁给林州齐府的齐天磊，那荆州的原部区本来要迎娶的是扬州李府的李玉湖。两位小姐同天出嫁，同上花轿，同时进入了仙女庙，情急之中拿错了盖头，上错了花轿。师傅，
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那是因为师傅掐指会算，人送外号刘半仙。师傅，冰燕真是三生有幸能成为您的弟子。从今往后，我还要跟您学医、学剑、哦，学武功，更要学这占卜之法。哦，你这是要把师傅毕生绝学全都学去啊？就算是师傅的亲女儿，师傅也未必都会传给她。哎，那师傅，不如什么？收我做干女儿吧。好一个聪慧的干女儿！干爹在上，请受女儿一拜。嗯，来，冰燕。其实师傅呢，并非什么高人。我是从林州过来的，齐家的三公子也是师傅的徒弟。哦，天磊装病，是为了应付府上那些奸邪之人。哦，对，你的玉狐妹妹，功夫了得，她和天磊情投意合，也算是上天的安排，缘分之事真是妙不可言呐。现在林州这边歪打正着，巧配了姻缘。如果荆州这边你们二人也能情投意合，那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郎啊！师傅，还叫师傅？干爹，瞧您说的。哎，杜宾，我正找你呢，你献的可真是锦囊妙计，敌人的骑兵被我们打败了。哦，真的啊？沙小伟，你就给我们讲讲呗。讲什么？讲满地撒黑豆的事儿啊？啊，对呀，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跟你说啊，撒黑豆呢，听起来就是个小动作，对吧？但实际上这是个连环计。敌方的战马一闻到那个黑豆的香味啊，全都低着头，到处找豆子吃。就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战鼓雷鸣，直接冲杀过去。敌人以为我们神兵天降呢，顿时就没有了那主心骨。我们就像砍刀切菜一样，直冲敌方大本营，大获全胜。哈！来，都猜猜，出这个点子的人是谁啊？谁啊？沙小伟，我们哪猜得出来啊？你告诉我们呗。是啊，跟你们说，出此奇策的就是我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兄弟，杜宾。哎，大哥来了。将军，我让你在这儿给我操练，你在这儿跟我瞎吹呢。兄弟们都累了，让他们休息休息。也不知道谁说的，说人家出的是馊主。大哥，哎，你这个伤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那就好。今天我到这儿，就是告知大家一声，今晚在这儿举办庆功宴，所有人今晚必须到场，没有借口啊！大哥，酒肉管够吗？你怎么整天都是吃啊喝的呢？我这管，今晚畅饮，畅饮！多谢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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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哥！多谢将军！继续吹吧。吹完赶紧让他们回去休息。行。干爹，我们的药材用得太快了，那药箱都快空了。您说这可怎么办啊？近日我回林州去采购一些药材，顺便正好去看看玉狐和天磊的情况。对了，干爹，你等等我啊。干爹，今天我看到了这个。
干爹，这是何物啊？这是一对痴男怨女的信物。我有位师兄叫做风彻，医术十分高明，当年救助了很多病人。只是可惜的是，为医者却不能自救。那这朵莲花为何只有半朵？另外半朵去哪儿了？还有，师父您刚刚说的那位风师兄，他又经历了什么？这半朵金箔莲花，是我师兄与他心爱女子的定情信物。将军，该换药了。将军，该换药了。啊，抱歉。将军写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你看看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杜宾，你帮我看看，这字儿写的如何？哦，将军的字透着一股威风，正可谓字如其人。只是不知将军为何要写这两句？莫非是将军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之人？是啊，日前有幸识得一女子，此女貌若天仙，冰雪聪慧，让我甚是喜欢。只是我心中有一些忐忑，不知这姑娘对我是否有同样的心思。将军，你何须忐忑？这自古美人都爱英雄。将军你战功赫赫，文武双全。再说了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。任他再好的姑娘见了您，那不都得倾心相附才是？是吗？我竟如此好吗？嗯。那如此说来，若杜宾你是女子，可愿嫁我？我？将军，我们该换药了。啊，不着急，我还有事想要问你。杜宾，你向来心思细腻，正好你帮我想一想，我该如何向那女子表明心意？哦，这种事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想，只要是真心实意，那女子便一定会欢喜的。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世间女子都是喜爱礼物的。那正好，
我把那女子的画像拿来给你瞧一瞧，帮我看一看，该送何物作礼。哦。打开看看。日前，我与那女子匆匆一面，可她的身影印在我心里挥散不去。可那日太匆忙，我并未看清楚此女的容貌。多少次在梦中，我盼着她能转过身来，让我看清楚她的容貌。我早已准备好一件礼物，你帮我看一看。我如果送给她，表明心意的话，她是否会喜欢？这是将军夫人的丝巾。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理当还给将军夫人。此物，你可还喜欢？将军，我很喜欢。冰叶，你叫我此人可好？你知道我真实的名字？你师父野人将上做花轿之事告知。可无论是否上做花轿，我原不去心系唯有一人，便是你杜冰烟。此人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波般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。哎呀，舅舅，你这突然走了，真有点舍不得呀。哼，你一定得早去早回啊。我回到林州，把药材置办好，就立刻回来。行医云游四方，照顾百姓固然重要，但别让舅妈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独守空房啊。你小子就爱胡说八道。评委，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些话要跟杜宾嘱咐。回去吧。多保重。
我回去之后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将军，谨防他的剑伤复发。还有，要切记，你自己做事要处处小心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女儿身，君贵难为啊！干爹，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对了，干爹，我这有遗物，麻烦你到了灵州之后，帮我转交给玉狐妹妹。一定。干爹，一路平安，照顾好自己。走。干爹，一路小心啊！也不知道这三少奶奶打的什么主意，日日都往老太君院里跑，这哄得老太君高兴得不得了，逢人就夸三少奶奶孝顺，那好东西更是流水似的往姬昌新院搬。现下这三少奶奶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小巧啊，这尾巴翘不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抓住这只尾巴，才是要紧的。我敢发誓，那一次他跟三少爷练武，若是我看花了眼，我不得好死。好了好了，小巧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墙边练武，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老太君亲眼所见，那才作数。你日后要多留点神，倘若他们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，你务必要抓住。可他们现在根本就不让我把瑶送到楼上去，我如何再抓住他们马脚啊？况且，近来三少爷面色红润，可能我送去的药，三少爷根本没喝。巧巧，以后也许可能大概这种话，就不要再说了。反正三少奶奶来了以后，这三少爷就来了精神。这杜冰雁乃是扬州的大家闺秀，按理说她的表词达意应该是灵秀文雅，可是当日账目审核大会上，她竟然口出礼词俗语，实在是令人费解。莫非这其中有假？这假不假，得试试才知道啊。有了，老太君当年下聘礼的时候，专门定做了一只贵重的水晶燕，作为三少爷的信物送到杜家。可三少奶奶来了以后，我却从未见她戴过。你见她戴过吗？没见过。那我们就让她拿出这水晶燕，若拿不出来，她就是假的。小巧啊，你当真是不糊涂啊？你这主意是极好的。再过几日，便是15，到时候外祖母会在齐府举办宴会，众人皆在。届时，你就提议要看这只水晶燕。哼，当着全家人的面儿，想必这杜冰雁也休想搪塞过去。虽说上次冰雁怀孕一事是个误会，但是你们呀也不能放弃。那我先预祝咱们冰雁能早日有好消息，燕娘能早日抱上重孙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一起喝上一小杯。来来来，大家吃。
多谢母亲。冰燕啊，你穿这身红花雪青的衣服，真漂亮。冰燕，这可是老太君特意为你定做的，还不赶紧谢过老太君？多谢奶奶。哎，俗话说呀，这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你们看看，她穿上这件衣服，真是光彩照人呐！哎呦，那还不是您老人家眼光好啊！哎呀，燕生啊，都吃饭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吃吧，吃吧。三少奶奶这身衣服，真是让人看得绚烂夺目啊！这要是再添上一样东西，可就真是锦上添花了。小巧，你说她应该添上件什么东西呢？这件东西啊，是现成的，就是那年下聘礼，您找人专门定做的那只珍贵的水晶燕。哎呀，你这么一提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对了，冰燕，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花了大价钱请人打造的那只名贵的水晶燕，你怎么没带上呀？你快去带上，让我们大家呀也开开眼界。可不是嘛，娘也好久没见着了。奶奶所言极是，我这就与冰燕回房去拿水晶燕。好好，母亲，我们去就回。去吧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回扬州去。你说你溜走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我们一起好好想办法不行吗？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，想什么办法？哎，我可以去跟奶奶说，水晶燕我没有拿过来，放在扬州的家里了。若是刚才方巧巧发难的时候你就这么说，或许还能搪塞过去。现在说，晚了。那你就再装病一次，糊弄过去。这也不行。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方小巧总有我作对。他背后可是有个柯世昭啊！柯世昭也是个大坏蛋，真是的。大不了我就说我是李玉湖，不是什么杜冰燕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一起好好想想。进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这次回来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我在荆州遇到一个人，是真正的杜冰燕。他让我把这份礼物要亲手交给玉湖小姐。交给我？水晶燕。这个柯世昭三番五次为难我们，这次就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老太君，这三少奶奶没带呀。冰燕，你的水晶砚呢？奶奶，这水晶砚今儿还是别看了吧。老太君，这水晶砚是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缔结姻缘之物。您瞧，这大伙儿都等着沾沾这水晶砚的喜气呢。可不是嘛，冰燕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带出来让大家看看呢？奶奶，这水晶砚是贵重之物，我一到府里的第2日，就把它交给天磊了。方才我俩回去寻，可是没有找到。天磊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老太君，这水晶砚贵重的很，不会无缘无故不见的。难道是家贼啊？依我看，若真是家贼，这三少爷院里的丫头小厮可就都得换一换了。巧巧，丫头就不用换了，我院里面也没有家贼。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惹得我紧张兮兮的，惹得母亲和奶奶也紧张兮兮的。这么大个人了，放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，若不是他自己掉出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奶奶交代呢。拿出来吧。哎呦，老太君，你瞧，还是那么精致。对了对了，就是这只雁。这晶莹剔透的，还是和我们三少奶奶最配。哎呀，奶奶你不知道，这天磊平日里最爱逗我玩了，看见我着急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刚才我多说了他2句，他还冲我吼呢。哎，您看他欺负我。哎，天磊，以后不许欺负我们冰燕。哎，奶奶，我哪敢呀？老太君，那是他们小两口没事儿逗着玩呢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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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